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您如果要学楷书，我今天就跟你们谈一个颠覆传统的观念。学书法一定要从楷书学起吗？这是很多人都会问到的问题。有人建议从隶书，有人建议从小篆来学习。那是因为教书法的老师他比较擅长这一种字体，他当然就是教你隶书或是教你小篆。有人建议从楷书学起。之前我讲的这个视频里面有提到说，如果是小朋友，当然要学书法就从楷书学习起。成人的话，我不建议从楷书。可是你要从楷书学习，那从哪一种字体学习也是各有说法。有人主张从欧阳询的九成宫李全名，有人主张从颜真卿或者虞世南，或者是从魏碑的张猛龙碑、张鹤女墓志铭等等，莫衷一是。这也是因为教书法的老师他擅长某一家字体的关系，所以他就从那个字体来教你。书法字体的演变发展，可以在我的视频教学中观察到。这个网站的连结我将它贴在下方，您可以去看。也就是说，自楔形文字起源，也就是甲骨文自商汤时期之前为一个阶段，商周至秦朝小篆时期之前为第二个阶段，两汉时期的400年间，隶书体是第三个阶段，魏晋以后，草书、行书、楷书三体通行为第三个阶段。楷书的发展成熟是最晚的，一直到唐朝才完成。相传行书创始人是著名书法家刘德升，大概是公元168年左右，东汉桓帝、明帝那时候的人。因此他又被后世称为行书的鼻祖。但是行书的起源与草书、楷书是一样，都是由隶书的自由书写逐渐变化而来。从近年出土的竹木简牍上的笔写墨迹可以得到印证。宋朝苏东坡有说，真生行，行生草，真如隶，行如行，草如走，未有未能行隶而能走者也。这一句话说，楷书生出行书来，行书生出草书来。楷书就好像人站着，行书好像人在走路，草书就好像人在跑步。没有人说他不能站立或者行走而能够跑步。他又说，书法备于正书，易而为行草，未能正书而能行草，犹未能庄语而则放也，无足道也。我认为他说的这两句话是有问题的。他所说的真如隶，行如行，草如走，这应该是指字体的形态和姿势但是书体的演变绝对不是真生行，行生草，也不是书法备于正书，易而为行草，也不是未有未能行隶而能走者也。这句话
套用在人的行走当然是合理的。他说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的话，那怎么能够跑步呢？但是套用在学书法上呢，就不近情理了。明末的王铎13岁学书法，就是从行书学起，而成为500年来的一大书法家。我开始学书法的时候，从35岁开始拜师，我的老师也是从行草书开始教我。现在我的书法教学，初学者也都是从行草书教起，都有很成功的案例。行草书的字体概念呢，是要写的端正和七侧并用，由七侧变端正比较容易，由端正变七侧好像有一点困难。很多跟我来学书法的人，他之前在其他的老师那里学楷书，到我这里以后，我教他行草书，我说你应该写稍微七侧一点有的字歪左边，有的字歪右边，有的字写端正排列也不要那么直。结果呢，他因为楷书写太久了，写的非常直，写的字体都一样大，叫他写歪，他也没办法写歪那所以呢，就是说你学的端正的要来变写七侧的，那好像一下子就矫正不过来。南宋的姜夔就姜白史《续书谱论真书》中有这样的话他说：真书以平正为善，是世俗之论，唐人之思也。古今真书之神妙，无出中原厂，其次则王逸少、金官二家之书，皆潇洒纵横，合居平正。良有唐人以书判取士，而士大夫治书类有科举的习气。这几句话就是说，真书也就是楷书，并不是像唐朝一些书法家，像欧阳询、虞世南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等人所写的端正的楷书一样。在当时写行楷的书的书法家有谁呢？有智永、褚遂良。而写楷书更高古的，那当然就是钟繇和王羲之了。我们现在先来介绍钟繇，他是建安21年，也就是公元216年，曹操进爵为魏王，那钟繇就当了相国。他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，据说楷书就是他最初演化出来的。在书法方面呢，与王羲之并称钟王，他的书体称为钟体。他的徒弟就是魏夫人，也就是王羲之的老师，所以王羲之是他的徒孙第二位是智永，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第7世孙，大概是陈随间那个浙江山阴县，也就是现在的绍兴永兴市的僧人，写的是行楷书。在唐朝上法的写字观念中，褚遂良也是写行楷书，一直到宋朝以后就没有人再写端楷了。例如苏东坡的《风热亭记》，张籍之的《佛遗教经》《金刚经》，文征明、董其昌、王宠《黄庭经》，还有你看赵之谦以及近代的沈尹默、王壮伟等人都是写行楷书。你能够在宋朝以后哪一个书法家是写像唐朝楷书一样的吗？所以我的结论是，只要你将行书写好之后，将它写端正，笔法收敛严谨，就可以称为行楷书了。在 YouTube
频道上面呢，有人示范楷书的教学，充满着奇奇怪怪复杂的笔法。行书的示范教学也是一样，这些奇怪的笔法呢，源自早期我们台湾盗印日本的字帖，甚至中国的字帖还在教这一种笔法。你可以看那个用双钩把这个外面的笔画勾起来，然后中间有画一条线，这个笔尖的路径怎么写，这样的一种笔法。如果您懂得楷书是由行书变来的，您就知道写行楷书有多么简单了。谢谢各位的观赏，也请您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再见。